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教大家做玫瑰马卡龙。常听到有人说马卡龙很难做，其实呢，它只是需要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。材料是非常简单的，只需要杏仁粉、蛋清，然后细砂糖，还有糖粉，另外需要一些香精和色素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玫瑰香精，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食用的玫瑰香精。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透明液体，然后有很浓郁的玫瑰香气。你也可以换成任何其他你喜欢的香精，做成其他口味的马卡龙。下面首先来准备一下烤盘，因为马卡龙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圆饼嘛，为了一会儿操作更方便呢，我先在这个烘焙纸上画出圆圈来，作为参照。就选一个小瓶盖或是类似的圆形的物件，然后拿铅笔在这个烘焙纸上画出一个一个的圆圈。我用的这个瓶盖直径大概3公分，每个圆圈之间呢也要留上2-3公分的间距。这样画好之后，再把这个烘焙纸反过来，一会儿在这个反面挤上面糊。或者如果你有这种硅胶垫，它会更适合马卡龙的烤制。如果是硅胶垫的话呢，就在下面画好圆圈之后，再把垫子放上去，也是会隐约的透出下面画好的圆圈。下面来开始分蛋，就把蛋打好之后，用一个漏勺把蛋黄捞出来就行了。关于这个蛋清呢，有一个传言是说马卡龙比较适合那种放了1-2天的蛋清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传说。只要掌握好蛋清打发的程度，一样可以做出成功的马卡龙。用于烘焙的鸡蛋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新鲜的。下面呢，把这个糖粉还有杏仁粉一起放在料理机里头，把它打一下。因为杏仁粉一般呢会有一些比较粗的颗粒，和糖粉一起混合之后，用料理机把它打到更细，这样做出来的马卡龙表面会更加光滑。如果省掉这一步也不是不能做，只是马卡龙的表面会略有一些粗糙。现在还是需要再过一下筛。这个筛网的孔洞呢，不要选太细密的，因为杏仁粉毕竟不像面粉那么的细，如果选太细的筛网，它会过不去。就这样一起过筛之后，如果还留下了一点点这样颗粒比较粗的杏仁粉，这一部分就不要放进去了。下面来打发蛋清，把蛋清倒进厨师机的碗中，然后开中高速来打发，打到粗泡之后，开始往里头加细砂糖，把所有的糖分2到3次加入到蛋清里头，然后一直打发到这个蛋清呈现干性发泡的状态，就是和做戚风蛋糕差不多。提起这个打蛋头，表面会形成一个稳固的直立的尖角就好了。然后加入几滴红色的色素，现在蛋清就变成粉红色了。然后现在来开始拌这个面糊，把刚才过好筛的杏仁粉加一半到蛋清之中，然后也是用翻拌的手法把这个面糊拌匀。接着再把这个面糊倒回到剩下的这一半杏仁粉中，然后接着拌匀。拌这个面糊的手法呢，和拌戚风蛋糕的面糊的手法也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是这个面糊它会比较浓稠。一样也是注意不要画圈圈，注意不要让蛋清消泡。现在把玫瑰香精倒进去，然后这个面糊你拌的时间越长，这个蛋清就会逐渐的消泡，然后面糊会变得越来越稀。然后这个面糊需要达到的浓稠的程度，需要你比较用心的去体会。像这样提起刮刀的时候，如果上面的面糊无法滴落下来，就说明面糊太稠，你需要多拌一会儿。就还是这样翻拌个几次之后，再提起来试一试，让这个面糊呢
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往下流动，就这样感觉可以流下来，但是并不是很顺畅，中间有一点断断续续，这个就是最合适的程度。如果你一提起面糊，它就非常顺的流下来，这就说明你搅拌时间太久，面糊消泡了。所以这个程度呢是需要比较小心的去掌握的。现在呢，把这个裱花嘴装到裱花袋里头，我用的是口径大概1公分的圆形裱花嘴。装好之后呢，我喜欢在前面夹一个夹子，这样你一会儿装面糊的时候它不会溢出来。然后在下面找一个容器，把这个裱花袋套上去，把面糊全部的倒进去。接着再在上面再用一个夹子固定住。然后现在就开始来挤这个面糊了，就按照我们刚才画好的这个圆圈，把这个面糊挤在圆圈里头。挤完一个的时候，稍微提起这个裱花嘴，让这个小尖尖不要歪掉就好了。刚挤好的面糊呢，表面都会有这些小尖，不用担心，过一会儿它自己会变平整。按照我给出的用量和这个马卡龙的大小，总共可以挤出大概50个来。挤好一盘之后，把这个烤盘拿起来摔2次，把这个大气泡给震出来，然后看看这个表面如果出现了气泡破掉的小坑，就拿牙签把它修补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如果是用烘焙纸的话，就在4个角上滴一点面糊，让这个纸比较好固定在烤盘上。然后也是按照刚才画好的圆圈来挤这个面糊，尽量的挤到大小均匀一致。现在呢，刚挤好的面糊还不能拿去烤，要先把它的表皮晾干。如果你的烤箱有风扇功能呢，就开风扇，然后把温度开到最低，把这个挤好的面糊放进烤箱，用热风来吹，大概吹上10几分钟就好了，让这个表面变得干燥不粘手，就是用手摸上去的时候面糊不会粘在手上就好了。如果在室温的条件下风干呢，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烤了。首先要把烤箱预热到160度，热风功能。当达到160度之后，把烤盘放进去，然后立刻降温到140度，然后时间设置大概15分钟。因为马卡龙对于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比较灵敏，所以每家的烤箱可能需要的时间温度都会不一样，需要你自己摸索。烤好的马卡龙拿出来之后，立刻转移到架子上晾凉。然后如果你有好几盘要烤的话，也不要一次把几个烤盘全部放在烤箱，而要一盘一盘的烤。现在在等马卡龙晾凉的过程中，来做中间的夹馅儿。这个中间的馅料我用的是一种瑞士奶油霜的配方，需要蛋清、细砂糖和黄油，然后就是香精和色素。注意这个黄油一定要事先从冰箱拿出来，回复到室温，让它在非常柔软的状态下再来使用。首先在这个锅里头烧一点开水，放一个大碗上去，把蛋清倒进去，然后倒入糖和盐，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搅拌这个蛋清，同时下面的炉火开到最小，让这个蛋清隔着水蒸气慢慢加热，大概只需要1-2分钟就好了。期间呢，你要不停地来搅拌这个蛋清，让它不要局部的过热，最后让这个蛋清的温度升高到大概65度左右。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，可以用手感受一下，就是略有一点烫手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热的蛋清转移到这个打蛋盆中，接着用除湿机的高速来打发它。因为现在这个蛋清比新鲜的蛋清更难打发一些，所以呢一定要用高速，然后时间也要略久一些，大概需要3分钟的样子。打发到这个蛋清变得非常的浓厚，然后可以形成一个很稳固的弯钩的形态。现在呢，把这个软化好的黄油分几次加入到蛋清中，
这个100克黄油，我总共用了4到5次来加入蛋清。每次加入一点之后，都要让这个黄油和蛋清完全的融合了，再加入下一次。等黄油全部加进去之后，倒入香精还有色素，然后继续来打发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奶油霜不会很顺滑，可能会出现豆腐渣一样的水油分离的状态，不用害怕，就持续的来打发它，用中高速，要有一点耐心，大概需要2-3分钟。慢慢的，这个奶油霜会重新变得顺滑起来。等到它不再出现水油分离的状态时，可以换一个这个打蛋头，就用这个桨形的头来打发。如果你是用手持打蛋器的话呢，就调到低速。换了这个头之后，速度降到中速，然后继续的来打发这个奶油霜，大概还需要个2-3分钟吧，就打到这个奶油霜非常的顺滑的程度就好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尝，里头没有黄油的小颗粒了就好了。打发的奶油霜呢就是这样非常柔滑的状态，但是一定要打发好之后立刻来用，放久了之后它会慢慢的开始变硬。也是像刚才一样，把它装在这个裱花袋里头，裱花嘴也是刚才用过的那个口径1公分的圆形头。装好了之后就可以来组装马卡龙了。现在这个马卡龙的饼已经完全的冷却，就可以很轻易的从垫子上拿下来了。如果你用的是烘焙纸呢，它没有硅胶垫那么的防粘，拿下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如果这个中间会粘在纸上，说明烤的时间不够。然后就在中间挤上这个打发好的奶油霜，2个饼夹在一起就好了。组装好的马卡龙呢，最好是密封起来，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等1个晚上，第2天再吃味道更好。这个马卡龙的口感呢，应该是外皮酥脆，内部酥软的，只要达到了这个口感，都可以看作是成功的马卡龙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会感觉到制作过程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吧？不过马卡龙的制作中呢，要注意到一些小细节。首先就是千万不要随便的更改配方，尤其是不要减糖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糖的用量减少了1/3之后，烤出来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。因为糖起到定型的作用，没有糖的话，这个马卡龙就会像普通的蛋糕一样发起来，会变得很大，然后也不会形成裙边。吃起来呢，也不会有那个外酥内软的口感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马卡龙入烤炉之前的状态也要掌握好，一定要是表皮干燥，但是不要晾得太久。如果晾得太久，就会变成这个鬼样子，而且会粘在这个烘焙纸上撕不下来。因为晾久了之后呢，这个马卡龙的外壳完全的固定了，进入烤箱之后呢，它没有办法膨发，然后就会爆开来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很多人会遇到的就是马卡龙看起来外观都是很正常，也有裙边，但是掰开之后会发现表壳和下面是分离的。出现空心有很多个原因，一般都是一些小细节没有注意好，然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面糊搅拌的太久消泡了，这样马卡龙的下面发不起来，而上面的这个硬壳已经形成了，中间就会形成空洞。这个方方面面的细节都注意到了之后，烤出成功的马卡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。而且我个人认为呢，没有必要过分追求外观上的完美，只要能够烤出外酥内软的口感，就都可以视作成功的马卡龙。希望这一期的慢食慢语对大家能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在下面点赞并订阅我的个人频道，也欢迎大家到微博或微信上来关注我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